NBA 虽然说是世界上最顶尖的篮球联赛，汇集着最强的篮球运动员，可是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？技术再强悍的职业球员也有尴尬失误的瞬间。这部影片，阿斌就带大家在伤病不断的季后赛期间轻松一下，来看看 NBA 球星们的10大尴尬瞬间。第10名，狡猾的蒙神。2019年1月22日，这是湖人和勇士在本赛季的圣诞大战之后的第2次相遇。虽然湖人在那场万众瞩目的比赛中大胜26分，但是詹姆斯也左腹股沟拉伤，而在后来的比赛中，隆多手部受伤，鲍尔扭伤了左脚踝。湖人不得不在2番战中以残阵面对阵容齐整的海啸兄弟，比赛从一开始就失去悬念。汤姆森在这场比赛里3分球8中7，直接帮助勇士在第3节末端以107-71领先36分。面对这样一场毫无悬念的比赛，洛杉矶主场球迷昏昏欲睡，丝毫没能提起兴致。斯台普斯中心陷入到了一个尴尬的宁静之中。作为全场比赛最大牌的球星，斯蒂芬·库里决定给大伙助兴。他在防守端精准地抢断了库兹马的传球，一个人杀向了无人防守的球框。也许知道是大家都对他的3分球感到审美疲劳，决定用一次技惊四座的劈扣唤醒在场的球迷。只见库里收球蓄力一气呵成，球飞起来了，但是人却脚下一滑，摔倒在了篮筐底下。伊戈达拉紧忙跑过来，将球捡到后再次传给爬起来的库里，但是尴尬到无地自容的库里连3分球也投出了罕见的3不沾。蒙神的这套喜剧人操作虽然过程非常顺利，但是确实起到了点燃客场气氛的效果。湖人球迷在一片欢声笑语中欣然接受了球队今晚的失利。第9名，弱小无助的 AD。 安东尼·戴维斯自从进入联盟以来，一直以傲人的臂展天赋统治着一方赛场。在鹈鹕的那几年，场场都能砍下鬼神级别的爆炸数据。但是他在2018年4月10日就遇到了自己的一生之敌，当时已经是常规赛的末端，西部第5的鹈鹕对决快船。那个赛季的快船正在经历保罗远走、休斯顿的重建期，又在赛季中段将格里芬交易到活塞，从此彻底躺平挨打，自然无缘季后赛。这场比赛在一开始就失去了悬念，仅仅过半场就以60-49领先。虽然分差始终没有被拉开，但是戴维斯和米罗蒂奇组成的鹈鹕双塔将快船内线肆虐的体无完肤，稳稳地控制着比赛的节奏。里弗斯破罐子破摔地将大高个博班放到场上对抗戴维斯的突袭。第4节还剩8分16秒，博班在低位持球对位戴维斯，遭到隆多掏球犯规。停球后，他将手中的篮球高高举起，这让站立摸高2.74米的戴维斯起了好胜之心。但只看见摸高接近3米的巨人像逗猫一样调戏着臂展大魔王戴维斯，始终没让他碰到球。就连浓眉的队友米罗蒂奇也在一旁笑出了声。AD 也只能用微笑来缓解尴尬的气氛。而全场的快船球迷看见戴维斯出糗，也如同出了一大口怨气，对博班报以英雄般的掌声。第8名，杜兰特惨遭羞辱。别看杜兰特在场上如同死神一般大杀四方，但是他也曾经经历过社会性死亡的尴尬场面。2020年8月15日，勇士做客洛杉矶，恰好赶上科比准备带着女儿在场边督战。杜兰特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，还在比赛前发布 ANS， 向这位湖人传奇表达自己敬意的同时，似乎也准备在这场比赛中向前辈证明自己的能力。可是仅仅过去半场比赛，杜兰特脑门上就不断流下尴尬的汗珠。湖人的小将们在科比的注视下，爆发出了比杜兰特更强烈的求胜欲望，不断地向他发起挑战。第1节4分21秒，兰德尔就在一次快攻中直接隔着杜兰特完成一记暴扣。而仅仅过去4分钟，克拉克森又在第1节最后时刻过掉伊戈达拉，再次迎着杜兰特将球按进篮筐。这群小伙子是不是吃错药了？怎么一个个这么猛啊？杜兰特还在犹豫。上半场的最后40秒，湖人再次挂起青春快攻，小南斯接球后直杀篮下，杜兰特不死心，再次高高跳起，没料想还是成为赛季10加扣篮的背景板。就连抱着女儿的奶爸科比
看到这个球都表情狰狞。而杜兰特就有点尴尬了，半场3次被隔扣，这让我死神的面子往哪搁啊？第7名，欧文神奇上篮，能够让现场球迷欢呼的，大概也只有暴力美学的灌篮、精准杀人的3分球。但是能够让运球和上篮成为全场焦点的，估计也只有欧文能够做到。也许是被欧文眼花缭乱的运球技术盖过了锋芒，他的上篮技术一直是联盟顶级的水准，无论是抛投还是打板，他在突破后的禁区终结能力几乎没有死角，而且动作十分流畅优雅，让许多球迷为之感叹。2017年3月1日，在骑士对阵雄鹿的比赛中，上篮宗师欧文再次献出了难得一见的生涯代表作。骑士在第4节的最后2分钟已经领先11分，比赛几乎失去了悬念。而詹姆斯和欧文的挡拆战术也是他们在末节一锤定音的关键。为了锁定胜局，两人决定故技重施。面对字母哥的前压，欧文选择直杀篮筐，然后用低手上篮将球抛向篮筐。当裁判哨响之后，欧文凝视着手中的篮球，陷入了沉思。而场边的卢指导也没有忍住， J.R. 史密斯早就已经笑得前俯后仰。作为5加球的欧文，终于登上了5大囧的榜单，也算是职业生涯的新突破了。第6名，哈登砸蒙哈特。哈登哈特也算是哈哈兄弟了，只要阿宾看到这2人同时出现在场上，就一定能够产生不可思议的喜剧效果。作为将背手防守技术发扬光大的代言人，哈特对于提防哈登的造犯规不能说没有心得。2019年11月1日，鹈鹕对阵火箭，双方在半场结束前战至61平。哈登抓住最后一攻的机会，全场飞奔，不过还是被鸡贼的哈特切掉了他的压哨3分。气急败坏的他发泄一般的大力拍球，但是被反弹而来的篮球打中了面门。这一球虽然没有砸向哈特，但还是把他砸懵了。他一脸疑惑地注视着哈登，这个大胡子指不定有什么大病吧。第5名，威少的饭后散步。16至17赛季是属于威少的赛季，场均得分第1，关键时刻得分第1，效率值第1，单赛季创纪录的42次3双， NBA 历史上第2次出现场均3双的球员。他在这个赛季贡献了无数次天神下凡的经典战役，其中就包括2017年1月19日对阵勇士的比赛。当比赛进入第3节7分30秒，双方的比分十分焦灼，威少对队友的表现略微的有些意见。他在接到底线发球之后，冲着帕金斯不停地说话，然后一边向着前场的队友不停比划，一边抱着球走了6步。那一刻，勇士懵了，裁判傻了，球迷乐了，因为威少抱球散步的样子过于理直气壮，所有人都愣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。随后，裁判终于在库里的提醒下吹罚了走步，将球权还给勇士。哨响之后，一脸委屈疑惑的威少还双手一摊，一直说自己 I don't know， 不就是走了6步吗？可把他委屈坏了。第4名，勒布朗詹姆斯的保龄球。2019年3月7日，勒布朗詹姆斯迎来了自己职业生涯的里程碑，他将要在踏入联盟16年后，在这一天对阵掘金的比赛中，在得分榜上超越自己追随的偶像迈克尔·乔丹。在皇帝超越篮球之神的路上，掘金并不愿意束手就擒，他们与湖人纠缠到了第4节的最后2分22秒时，以108比95领先13分，留给湖人的时间不多了。詹姆斯为了减少时间的流逝，让队友发出地滚球之后，与篮球一同散步到前场的3分线外。这一招哈登就曾经用过，在前场捡球之后直接投3分。詹姆斯在上一场面对快船的时候也有过尝试，只是可惜最后的投篮没有命中。而现在面对球队的生死时刻，不信邪的皇帝决定故技重施，但对方的米尔萨普早有防备，一个突袭的扑抢吓得詹姆斯将球运出界外，而詹姆斯在下一个回合走步为例，帮助掘金杀死了比赛。而詹姆斯在关键时刻的致命失误，也让他的里程碑之夜增添几分喜感。第3名，尼克杨提前庆祝。 NBA 最经典最装逼的庆祝动作，毫无疑问是阿里纳斯的提前庆祝。身为0号特工的小老弟，
尼克杨自然也接过了阿里纳斯的衣钵。在他效力湖人期间，在对阵尼克斯的一场比赛中，尼克杨在3分线外自信出手，无论是手感和弧度都让他笃定这一球一定会命中。于是他直接转身，抬起双手准备迎接主场球迷的欢呼，却没曾想听到的的确是球迷们欢快而又嘲弄的笑声。回头才看见自己的投篮刷框而出，装逼不成反成邪心。尼克杨以这般滑稽的方式被球迷们永远的记住。第2名，沃克复刻经典。无独有偶，当时还是黄蜂蜂王的肯巴·沃克也曾经企图致敬前辈的风采。他在出手投篮之后，还谨慎地看了一眼篮球在篮筐上弹了一下，确定下落位置很正之后，才敢回头庆祝，并且跳起了更加嚣张的抖肩舞。但是那个本该落进篮筐的篮球却调皮地弹了出来。直到对面发动了快攻，沃克才在队友的提醒下回过神来。原本想要致敬阿里纳斯的他，结果变成了致敬另一个前辈尼克杨，也算是完成了自己的目标吧。第1名，水花兄弟反目成仇。很高兴再一次见到库里，既然这部影片从库里开始，那么最后也要以他结尾。不过这一次库里不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他和汤姆森之间默契无比的精妙配合，再一次让球迷们惊呆眼球。在对阵独行侠的一场比赛中，格林在快攻中逼迫对方收缩，水花兄弟罕见的同时得到了空位机会。汤姆森看到库里在底角接球之后，直接开始转身庆祝。这样的把戏他们曾经玩过无数次，但是这一次却搞砸了。库里面对扑防的防守球员，犹豫地将球传给了已经转过身去的汤姆森。仓促接球的汤姆森回传失误，葬送了球权，他也只能懊恼地抱着脑袋。而两人之间的裁判显然已经看傻了眼，没有哪个球星是超人，就像我们不能渴求他们每一次绝杀都会进，每一次关键比赛都能发挥神勇。大家都会有失误的时候，赢球的时候一同欢呼庆祝，失败的时候一起自勉再努力，绝杀后能聚在一起吹牛，失误之后也能哈哈一笑，不上纲上线，这才是一个真球迷应该有的心态。NBA 从成立至今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充满奇迹的舞台，这里诞生了无数经典和伟大时刻。拉塞尔生涯11冠，麦迪35秒13分，米勒9秒8分，费舍尔最后 0.4 秒绝杀拯救球队等，这都会将成为后世难以忘怀的传奇。但是在诞生一个又一个流芳百世的伟大时刻同时，也存在着一小部分甚至是遗臭万年的另类尴尬记录。那么堪称 NBA 历史最另类的5大尴尬记录又有哪些呢？第10位，华莱士单赛季41次技术犯规。说起技术犯规，很多新球迷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勇士队的格林，他每一个技术犯规都是那么的莫名其妙，不是说裁判莫名其妙，而是他自己让很多老球迷脑海中第一个想起的就是怒吼天尊拉希德·华莱士。而单赛季计分记录也是由他创造的，在00至01赛季，拉希德·华莱士以单赛季41次技术犯规打破了他之前创下的38次的记录，成为了 NBA 新的单赛季技术犯规之最。第9位，巴克利三分球命中率 26.6%。巴克利天赋优秀，技术也很扎实，运球能力优秀，面框进攻能力强，有投篮能力，中距离投篮很准。巴克利还愿意在3分线外出手，但是效果并不是很出色。巴克利的打球时代是80至90年代，那个时代外线球员出手3分球的次数都不是很多，而巴克利作为一个内线球员，他共出手3分球2023次，比很多后卫都多，但命中率只有 26.6%。是出手总数超过2000次的球员中命中率最低的球员。在3分球上，巴克利真的是人才瘾大。第8位，乔丹3分球大赛得5分。作为篮球之神，拥有如此辉煌的职业生涯的确羡煞旁人，但所谓人无完人，强如乔丹也有他不愿提起的尴尬时刻，同时也是一项特别另类的记录。众所周知，在那个年代外线并不流行的年代，作为篮球完美化身的乔丹也有他技术层面的弱点，那就是3分球。所谓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，在1990年那一届3分大赛，虽然乔丹在全明星赛之前投出了接近 40% 的命中率，但万万没有想到乔丹在初赛中居然频频打铁得到5分，而5分的赛事最低纪录也一直保持至今，还真印证那一句话，迈克尔哪都有乔丹。第7位，奥尼尔连罚11球不中。
奥尼尔无论放在 NBA 哪一个时代，绝对是翻江倒海的内线霸主，场均砍下大号2双数据，基本都是家常便饭的事情。但即便如此强悍的男人，在其职业生涯也有最尴尬的时刻。在2000年巅峰赛季的一场对阵超音速的常规赛中，奥尼尔凭借着在内线的杀伤力获得11次罚球的机会，但结果全部刷光而出。虽然罚篮是他最大的弱点，但纵观整个职业生涯也有超过50%的命中率，而这一场球居然全部以打铁告终，这不得不让人大跌眼镜。也正如他本人所说的那样，如果自己生涯的罚球命中率高一些，说不定可以冲进 NBA 历史得分榜前5位。截止目前为止，奥尼尔仍然是 NBA 历史上罚球最差的球员，甚至都没有之一。虽然在内线里破心力十足，但奥尼尔在罚球线上实在是无法控制自己的力道。正是由于这样糟糕的罚球， NBA 的教练还专门为他打造了砍杀战术。第6位，山猫常规赛胜率 10.6%。山猫是一支很年轻的球队，新球队会走的歪路，山猫都走了。球队的战绩也一直没有起色。在2011年选中肯巴沃克后，山猫决定做一个大改变，他们送走了球队中流砥柱，但他们没有想到这么做的后果非常严重。年轻的肯巴沃克并没有能够带领球队打出出色的战绩，他还在适应的阶段，而山猫其他人也完不成这个任务，山猫的战绩就越来越差。到季后赛期，山猫直接摆烂，打出了23连败的表现，整个赛季的胜负率为 10.26%， 是 NBA 历史上常规赛胜率最低的球队。第5位，球队单节最低得分。克莱·汤普森曾经创造了单节37分的最高纪录，而联盟历史上的球队单节最低得分纪录还比不上汤普森的零头。1997年4月6号，小牛在和湖人的比赛中第3节狂砍2分，创造了联盟历史上单节最低得分纪录。而2004年2月8日，勇士队同样遭遇了单节2分的尴尬，因为第4节勇士队只拿到了2分，让球队在前3节领先16分的情况下被猛龙队拖入加时，最后输掉了比赛。第4位，基德单场14次失误。单场最多失误的记录是由约翰德鲁创造的，他在老鹰对阵篮网的比赛中，全场出现了惊人的14次失误，刷新了联盟球员单场失误的最新纪录。而22年之后， NBA 历史排名前10的后卫基德用自己惊人的表现追平了德鲁创下的纪录。不过基德除了14次失误之外，还有18分、12篮板、10助攻的数据，也算勉强拿到了一次4双。第3位，哈登三分球17投1中。詹姆斯哈登是一位拥有出色投篮能力的球员，他在生涯的早期阶段就展现出了在中距离投篮方面的准确性。加盟休斯顿火箭后，哈登的三分球命中率逐渐提高，特别是他的后撤步三分运用得非常娴熟。然而像所有球员一样，哈登也有状态低迷的时候，即使是在投射方面。在2020年1月21日火箭队主场对阵雷霆队的比赛中，哈登依然是球队的主要进攻点，但他的投篮手感非常糟糕，一直无法找回状态。这场比赛结束时，哈登三分球只命中了1次，而投篮出手次数则高达17次。在 NBA 历史上，这样的表现实在是非常罕见的，而这个记录也可以说是哈登最不愿提及的。第2位，纽约尼克人傻钱多。纽约尼克队史最辉煌的时刻还是停留在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，那时在4年内2夺冠军，的确是风靡一时的超级强队，但自此以后球队就一直没有登顶过。在长达几十年的反复摆烂重建之中，球队可谓是视金钱如粪土，各式各样的大合同加奢侈税毫不手软，但结果换来了一个寂寞。其中最疯狂的一个时段就是在2004至07年的连续3个赛季，尼克为了一步登天，不惜缴纳大量奢侈税，引进多位包括马布里、哈达威、弗老大在内的1000万年薪合同的球星，每年总薪资都超过了1亿美元。要知道，在2004年的联盟工资帽也才4387万而已，这足以证明了尼克的决心。但万万没想到，在这3个赛季里，尼克取得的最好成绩只排在分区第11，05至06赛季更是排名分区垫底，这也是 NBA 历史最尴尬的记录之一。自此以后，尼克斯球队老板就被附上了钱多人傻的标签。第1位，科比打铁狂人。科比布莱恩特作为 NBA 历史上最具个人英雄主义的球星之一，他在球场上展现出的斗志和信心确实达到了一种神的级别。他曾经说过，在球场上我最相信的只有我自己，这句话也的确体现了他的精神境界。正是这股强大的意志力，也让他成为了 NBA 历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之一。
然而，正如凡事都有两面性一样，即使是像黑曼巴这样的传奇人物，也会有状态低迷的时候。手感冰凉往往是球员状态低迷的最明显特征。尽管科比的职业生涯已经非常成功，但作为 NBA 历史上的第一打铁王，这一称号确实有些尴尬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2002年对阵波士顿塞尔蒂克的一场比赛中，科比全场出手47次，命中17次，创造了 NBA 历史上最高的投篮不中次数纪录。他一共打了30个铁，令人意外的是，第二高的纪录也是由科比保持的。而这场比赛也恰好是科比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场比赛，作为他的退役之战，虽然得到了60分，但这场比赛的打铁数无疑留下了一些尴尬的记录。转眼间，中元节快到了。每年这个时候，普渡、放水灯、抢菇、跳钟馗等节日项目都会纷纷展开，让人们体会到鬼节的光怪陆离。阿斌这次也盘点了 NBA 10大诡异事件，看看在大洋彼岸的 NBA 有哪些离奇的事情发生过，请大家壮着胆子往下看。1. 谁人叫的暂停？时间拨回到2006年总决赛，在小牛与热火第5场天王山之战中，双方打得难解难分，异常焦灼。距离中场结束还有 1.9 秒，韦德获得了2次罚球机会，此时小牛领先热火1分，并且只剩1个暂停。而就在韦德罚中第1球后，匪夷所思的一幕出现了，裁判吹响了比赛，理由是小牛队请求暂停，而小牛队主教练瞬间暴起，跟裁判表示根本没有叫过暂停。但是裁判完全不予理会，坚决表示小牛队有人在场边喊了暂停，只是不知道是谁。按理说这个时候可以看现场监控进行确认，但讽刺的是，号称360度无死角的 NBA 摄像头偏偏没有拍到小牛替补席的画面，因此小牛只好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。在韦德罚进第2球后，热火反超，小牛无法布置前场进攻，只能从后场发球仓促出手，最后不中，导致兵败天王山。时至今日，也不知道究竟是谁叫了那个暂停，这也成为了 NBA 一大疑案。2. 皇帝的新装。如今的詹姆斯可谓是功成名就，历史地位直追乔丹。然而细数詹皇多次总决赛之旅，2011年的表现可谓最让人大跌眼镜。那个赛季是詹姆斯加盟热火的第1个赛季，球队一路高歌猛进，杀入了总决赛，对手正是2006年输给热火的小牛。外界舆论普遍看好如日中天的热火3巨头将兵不血刃捧起总冠军奖杯。然而随着系列赛深入，詹姆斯在场上仿佛换了一个人，越来越犹豫，出手唯唯诺诺，甚至被打不了183公分的巴里亚，攻防两端变得束手束脚，完全游离在球队体系之外。要知道詹姆斯将天赋带到南海岸就是奔着总冠军去的，眼看距离登顶一步之遥，竟然毫无预兆的断电，这让外界感到难以置信。究竟皇帝被什么封印了呢？或许数年后在詹姆斯自传中能够得知真相。3. 火箭坠毁之谜。刚才说到的詹姆斯属于个人表现迷失，现在来看集体表现迷失的。2017-18赛季是火箭队的高光赛季，常规赛67胜15负的战绩笑傲全联盟，当家球星哈登也拿到了 MVP。季后赛里与强大的卫冕冠军勇士队在西决相遇，两队激烈拼杀到了系列赛第7场。抢七大战中，主场作战的火箭队开场3分球手感火热，前14投就命中6球，早早建立了领先优势。但是第2节开始风云突变，火箭队全队霎时间失去3分手感，连续投失27记3分。这是什么概念？作为一个职业球员，连续投丢确实是会发生的事，但是作为全队连续投丢，而且是让人瞠目结舌的27记3分，这是完全没有想到的。要知道，火箭可是主打3分的球队，队内可是号称人人能投3分，就这样在自己拿手的得分方式上全体哑火，不得不说着实令人费解。4. 凭空消失的篮球。在2018-19赛季一场雷霆与太阳的常规赛交手中，太阳球员一次进攻不中，篮球弹落到地板上，弹起的一瞬间刚好被威斯布鲁克拿到，他左手持球，右手顺势一拍，镜头给到下一秒，篮球居然凭空消失了。阿斌把这个画面放慢看了无数遍，都找不到球去了哪里。难道篮球就这么不翼而飞了？我在确认了交手的双方，没错啊，蓝色球衣的是雷霆队，不是魔术队啊。难不成威少也学会了魔术，把篮球从观众的眼皮子底下变没了？还是说发挥了忍者神龟的特异功能？总之，篮球是真正的消失在了球迷的视野。有破案精神的朋友可以去找一下这场的视频。5. 变换的号码。作为威斯布鲁克的前雷霆队友，保罗·乔治身上也遇到过诡异事件。2019年全明星赛上，
保罗·乔治接过队友传球，突入禁区，完成一记360度转体扣篮，让球迷大呼过瘾。仅从这个扣篮而言，似乎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。但是转播镜头前的观众会发现，在乔治完成扣篮，在空中转体回到地面的那一刹那，原本球衣上的数字是13，定睛一看，居然变成了14。整个镜头一气呵成，没有人为后期制作的痕迹。其实在本届全明星周末的发布会上， NBA 总裁亚当·肖华就展示了一款 NBA 未来球衣，球衣可以通过科技力量随时更改球衣号码和名字。不知道身材挺拔的乔治是不是这款球衣的第一位模特呢？6. 原神出鞘魂断赛场。上面2个是让球迷看断片的场景，接下来这个就是球员自己断片的事件。2009至10赛季的一场常规赛，安东尼率领掘金挑战雷霆，那时坐拥安东尼和比卢普斯的掘金实力雄厚，雷霆远不是他们的对手。然而就是这场本没有什么悬念的常规赛，却发生了惊人的一幕。比赛进行当中，安东尼无球状态下突然倒地不起，昏迷了数分钟，所有人都来不及反应当时发生了什么。通过回放显示，在这个回合里，安东尼并未与其他球员发生身体对抗，就直接倒下了，而场上也并没有响起哨声，甚至雷霆球员在完成进攻后还差点踩到了倒地的安东尼，可以完全排除安东尼假摔的可能。安东尼当时的队友劳森说，我以为他死了。事后在对安东尼的采访中，他表示想不起当时发生了什么，只知道醒来已经被一大群人围着了，而连队医都没能给出合理的解释。难不成是甜瓜原神出鞘，遨游太虚？7. 被诅咒的天才麦迪。获得过2届得分王的麦迪被誉为乔丹接班人，35秒13分，联盟最快第一步，无解的干拔跳投等等一系列标签都彰显了麦迪超强进攻能力。然而这么一位不可多得的天才，却长期受到命运的诅咒。抛去麦迪自身伤病不谈，当然这已经足够令球迷惋惜，那么几乎每个赛季麦迪都会有一位亲朋好友离世，则更让他痛上加痛。从97年进入联盟到07年，10年的时间，共有10位麦迪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告别了他。这种压力与折磨，比起赛场上的痛与伤要难受得多。而麦迪职业生涯未带队进入过季后赛的第2轮，仿佛被命运捉弄一样。2009年，火箭在麦迪赛季报销的情况下，居然杀进了第2轮。2013年，麦迪跟随马刺来到了总决赛，但是被热火翻盘。4年，麦迪离开马刺，后者就复仇了热火，拿到了总冠军。种种悲惨经历都发生在一位球员身上，确实诡异。莫非真有天煞孤星命？8. 76人的新秀之伤。如果说麦迪的悲情是个人宿命，那么76人的情况就是球队厄运。说来也怪，最近几年被76人选中的新秀受伤已经成为家常便饭。恩比德、奥卡福、西蒙斯，包括外表有几分神似麦迪的富尔茨，这些年轻球员要么赛季报销，要么受伤缺席许多比赛。其中恩比德更是前2个赛季一场没打，西蒙斯留级1年。前期出勤尚可的奥卡福，最终还是没能在新秀合同期逃过伤病的侵袭，最后泯然众人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富尔茨在打打停停的状态下被确诊了一种运动障碍性疾病易卜症，从而被交易。76人通过多年摆烂选到的这些青年才俊，他们的健康问题无时无刻不牵动着球队管理层的心。费城这座美国历史悠久的城市，难道真的承受不了新秀的未来吗？9. 西蒙斯的幽冥结界。刚才说到的76人球员当中，西蒙斯算是相对健康的一位了，同时也被球队寄予厚望，当作核心培养。西蒙斯也算不负所托，凭借着自己的发挥拿到了最佳新秀，并且多次跻身全明星。然而在 NBA 当中，他活脱脱是个另类。主打后卫的他，中远投能力几乎为零，得分主要集中在篮下，而三分球作为现在 NBA 的常规得分手段，他居然是敬而远之，在比赛中从不出手三分，除非是出手时间快结束之际的随手一扔。当然你可以说他扬长避短，利用自己的身体优势主攻内线，但是身体素质更变态的字母哥也在不断练习三分。一开始两者都是三分球门外汉，但是字母哥至少敢于出手，而西蒙斯除了休赛季发一下三分训练视频，其余时间可以说和三分球彻底绝缘，仿佛三分线是他的幽冥结界，不可踏出半步。10. 邮差的秘密武器。相对西蒙斯的三分魔杖，邮差马龙的这个可谓是得分的秘密武器。马龙历史总得分高居 NBA 第2位，得分很稳定。然而早期的马龙罚球并不好，新秀赛季命中率不到50%，但是第2个赛季就呈现了上升趋势。
并且一直维持在一个理想的水平。马龙在罚球时嘴里总是念念有词，而接受采访时，他表示对此事毫无察觉，根本不知道自己当时说的是什么内容。天知地知，自己未知，罚球的时候犹如神灵附体一样。然而1997年总决赛第1场，皮蓬的那句邮差周末不上班破坏了马龙的罚球咒语，导致2罚不中，憾负公牛。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，有江湖的地方就有传说。你还知道哪些 NBA 诡异事件？欢迎与阿斌讨论补充。